在斗气大陆存在着一些天地异火，它们具有极强的破坏力和能量。由于异火的威力比斗气催化而来的火焰更加强横，用来炼丹时还能够提升丹药的药力，所以无数炼药师穷尽一生都想要收服异火为自己所用。但这些天地异火都极为狂暴，即便是拥有焚诀的萧炎，每次吞噬炼化异火时都是九死一生。接下来豆豆就为大家盘点一下斗气大陆中的23种异火。第一名，地炎。曾经有一种异火诞生于天地之间，它千年成形，万年聚灵，万载潜修后，冥冥中略有几分变异。这个异火在拥有灵智后，沿着地底岩浆而走，它在地底之下游荡千年，以吞火为生。异火榜上21种异火都曾被它吞噬过。那道异火在攻城之后自命地炎，而后他再度修炼千载，方才破世而出。那时候的人称他为驼舍古帝。地炎身为异火，是斗气大陆万载中的最后一位斗帝强者。而所谓的异火榜第一，并没有专门的名字，只要谁能够从残酷的异火吞噬中脱颖而出，并成功存活，谁就能够成为异火榜第一。第二名，虚无吞炎。虚无吞炎生于虚无之中，它无相可寻，无形可抓，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存在。它号称是吞天噬地之物，拥有着吞噬万物之能。天地之间唯有寥寥可数的生灵才能够抗衡虚无吞炎的吞噬之能。虚无吞炎曾被地炎囚于古地洞府，在想办法逃出来后，他便和魂族勾搭在了一起。因为虚无吞炎能够延续魂族的斗帝血脉，他在魂族中的地位曾经一度隐隐超过魂天帝。魂殿抓捕的大多数灵魂本源也都贡献给了虚无吞炎，助他一个异火一举突破至地境灵魂。第三名，净莲妖火。净莲妖火呈乳白色火莲形态，是一种可以净化万物的神秘火焰。任何东西只要被净莲妖火沾上，都将会被净化成一片虚无，并且净莲妖火还能够以人的情绪为引，让妖火从人体之内诞生。一旦体内出现妖火，就算是灵魂都会被焚烧成虚无。净莲妖火在逃出古地洞府后，曾被斗圣巅峰的净莲妖圣收服，而净莲妖圣也因为在突破时被妖火反噬，最终陨落。净莲妖圣在陨落之前，将净莲妖火封印在妖火空间。萧炎能够收服净莲妖火，也得益于他曾经得到了净莲妖火的完整古图，古图中保留了净莲妖圣的残像。关键时刻，净莲妖圣附身于萧炎，和净莲妖火同归于尽。也是因为妖圣将净莲妖火的记忆和灵智都抹掉了，萧炎才敢吸收犹如初生般纯净的净莲妖火。第四名，金地焚天炎。金地焚天炎在远古时也是赫赫有名，乃是古族传承之火，它号称是能够焚烧斗气的异火。传说中，金地焚天炎的第一任主人施展异火时，直接将一位斗圣强者所创造的空间给焚烧成了一片虚无。薰儿身为古族千年来的神品血脉，他的体内就传承着古族的金地焚天炎。萧炎当初在收服金莲妖火时，体内的异火无法和妖火抗衡，最后还是薰儿分出了金地焚天炎的本源能量，两人才联手吃下了金莲妖火。第五名，生灵之炎。生灵之炎号称是长寿之火，它不同于其他异火，并没有那种毁天灭地的霸道力量，也不善于战斗，但它能让人拥有不弱于魔兽的生命力，而且它还可以为炼药师提供强大的助力，让丹药效果更加出色，并且只要将种子投入生灵之炎中，就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药材。生灵之炎的持有者是一名实力强大的炼药师神农老人。第六名，八荒破灭炎。黑色的八荒破灭炎是炎族拥有的最高级的异火，也是他们一族的传承之火。八荒破灭炎被炎族历代的掌控者注入了不可磨灭的灵魂印记，炎族的火炫曾经将其化作一对足有100丈庞大的火焰双翼，其中蕴含的霸道力量让萧炎赞叹不已。第七名，九幽金族火。九幽金族火原本是九幽地冥蟒族的传承之火，后被炎禁所得。炎禁对于火焰的掌控可谓是登峰造极，他体内不仅有九幽金族火，还有排名第17的火山石焰，并且这两种异火已经在炎禁体内融合出了新型异火。
那种新型异火的威力能够和凶恶的金地焚天炎相抗衡，并且不落下风。第8名，红莲业火。红莲业火是一种深红色、颇为妖艳的火焰，因其火焰升腾时会出现一道道红莲之状，故得其名。红莲业火和前2种火焰一样，同属炎族，为火炙所有。第9名，三千焰炎火。三千焰炎火又被称作星空之火，它是凝聚星辰之力而生的紫黑色火焰。三千焰炎火拥有一种特殊的体质，三千星空体质，它可以吸收星辰之力来强化自身或者疗伤。这种体质也被一些与它交过手、战斗过的强者称之为不死体。三千焰炎火因最初是被太虚古龙一族发现，并被种下龙印，所以它的形态和太虚古龙一模一样。萧炎在炼化三千焰炎火后，实力一下突破到了9星斗宗。他将融合了三千焰炎火和陨落心炎、青莲地心火的火焰，称作三千莲心火。第10名，九幽风炎。九幽风炎诞生于极阴之地的无尽深渊之中，深渊中整年阴风不休。九幽风炎就成型于风罡最为猛烈之地，它有一种奇异的风声传出，这种风声传入人耳中后，会令人感到一丝异样的烦躁，从而引起人情绪上出现波动。九幽风炎为药族所有，曾属于药心级，后又被万火长老收回。第11名，古灵冷火。古灵冷火是一种深白色、极寒与极热相结合的奇特火焰，它只有在每100年日月交替之时，方才能够在极寒与极阴之地遇见。药尘当初为了得到古灵冷火，在暗无天日的地方足足待了8年，甚至在最后吸收的那一刻，差点被古灵冷火烧成灰烬。药老在被萧炎从魂殿手中救出，并成功和新躯体融合之后，就将古灵冷火送给了萧炎。第12名，九龙雷罡火。九龙雷罡火被焚炎谷传承数百年，历代强者在火之本源里烙下了难以抹除的血魂印记，只有修炼了焚炎谷的镇谷功法清明幽炎诀才能驾驭，否则即便得到了九龙雷罡火，也不可能将之纳为己用。九龙雷罡火升腾时，隐隐能够见到9条银色火龙穿梭其中，这9条细小的火龙弥漫着些许龙威，能够让人的灵魂力量感到压抑。第13名，龟灵地火。龟灵地火形如其名，犹如升腾着褐色火焰的巨龟一般，它浑身布满了尖锐的火刺，狰狞的巨嘴中生满了如同刀锋般的獠牙，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和威慑力。龟灵地火属于药族年轻一辈的第一人，药天所有。第14名，陨落心炎。陨落心炎无形无色，借心而显，无迹可寻。它在攻击上比其他的异火要弱一点点，但一旦成功炼化陨落心炎，体内便会产生一种源源不断的心火。心火每时每刻都会煅烧着体内的斗气，会让炼化者的身体时时刻刻处于修炼状态之中，所以陨落心炎也被称作为修炼作弊器。陨落心炎对灵魂体有着克制的作用，并且它还可以召唤心火，将人从内而外焚烧殆尽。可以说，陨落心炎对于尚未成长起来的萧炎来说异常重要。第15名，海心焰。海心焰是一种深蓝色的火焰，看上去极为玄异。火焰升腾时，就如同清澈的海水一般，缓缓地扩散而开。海心焰最初出场时是寒风所有，之后它被寒风献给了木谷老人。萧炎在晋升为斗圣、血洗魂殿的人殿时，从木谷老人手中将其夺走。由于海心焰的等级并不高，所以对当时的萧炎提升也不大。第16名，火云水炎。火云水炎是一种天蓝色的、拥有水之力的神奇火焰，它具有极强的破坏力和治愈能力。第17名，火山石焰。暗红色的火山石焰归炎族所有，已与九幽金族火融合成新异火，威力能够和金地焚天炎相抗衡。第18名，风怒龙炎。原著中没有出现这个异火，来源根据手游《斗破苍穹：斗帝之路》。土黄色的风怒龙炎生于沙漠中的火焰龙卷风风眼之中，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异火。它呈龙卷风形态，具有极强的破坏力，所到之处皆化为火海。第19名，青莲地心火。青莲地心火生于大地深处，存在于地心熔岩之中。它历经大地之火的无数次锤炼、融合、压缩、雕制，
10年成林，100年成形，1000年成莲。它的颜色偏青，莲心中有一簇青火，起名青莲火，也叫青莲地心火。与此火共生之宝有青莲座以及地火莲子。青莲地心火的威力很强，如果生长在临近火山地带，甚至能够引发火山喷发。第20名，幽冥毒火。原著中没有出现此一火，来源根据手游《斗破苍穹：斗帝之路》。幽冥毒火存在于上古幽冥毒泽之中，它在经过毒瘴千万年的熏染后，火焰燃食了无尽的毒瘴之气。它100年成林，1000年成形，大成之时，其色偏绿，犹如鬼火一般，在毒泽瘴气中穿行。含有剧毒的幽冥毒火，只要沾染片刻，便会身中剧毒，极难融合和驾驭。第21名，阴阳双炎。原著中没有出现此一火，来源根据手游《斗破苍穹：斗帝之路》。阴阳双炎诞生于宇宙虚空之中，一黑一白2种颜色的火焰缠绕在一起，犹如阴阳双鱼一般游动。阴阳双炎充满了生命和死亡的双重力量，阳火救人，生生不息；阴火杀人，尸骨无存。第22名，万寿灵火。原著中，此一火只在萧炎大战魂天帝时提到了他的名字，没有任何介绍。第23名，玄黄炎。玄黄炎和万寿灵火一样，只在书中被提到过名字，没有任何详细介绍。关于异火榜上23道异火，豆豆都介绍完了。接下来，小伙伴们有什么想看的盘点或者介绍，都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豆豆。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